大家好，我是小诺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馒头不一样的做法——红糖开花馒头。做法简单，做好的馒头色泽红亮，蓬松暄软，个个开花，颜值高，口感好，营养美味。下面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260毫升的温水，水温不要超过35度。往里面加入5克酵母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化开酵母。接下来我们准备500克的普通面粉，用我们化好的酵母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拌成面絮状。用化开的酵母水和面，发面发的会更加的均匀，而且发面也会发的更快。搅拌成大面絮状，下手揉成面团。我们用这个比例和出来的面团是一个偏硬的面团，一边揉面一边把面盆上面的面粉给它擦干净。这个面团稍微的有些硬，这样我们在揉面的时候就比较费劲儿。但是做馒头，硬一点的面做出来的馒头更加的筋道有嚼劲儿。把它揉成一个偏硬光滑的面团，盖上保鲜膜，醒面4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准备120克的红糖，把它装进保鲜袋里，再用擀面杖把它擀碎。红糖容易起小疙瘩，我们一定要把红糖给它擀碎，这样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把它擀均匀，擀细腻，没有小疙瘩了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把红枣放入碗中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1勺面粉，加入少许的清水，把红枣打湿，然后下手抓拌均匀。红枣的表面有一些褶皱，里面藏有很多的灰尘杂质，加入食盐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，加入面粉可以吸附掉褶皱里面的灰尘杂质。抓拌1分钟左右，再加入清水，把红枣清洗干净。洗净后将红枣控水捞出，再用清水给它多清洗2遍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放在菜板上，再用刀把红枣肉切下来，中间的枣核就不要了。然后再将红枣切碎，切成这样的小颗粒状。切好后把它装入盘中备用。40分钟，我们的面团就醒发好了，看一下体积明显变大。揭掉保鲜膜，掰开看看，里面满满的蜂窝组织，像这样就醒发好了。面板上撒上干面粉，再放入1克的小苏打，用手把它拌匀，让面粉和小苏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然后把醒发好的面团移到面板上，把干面粉、小苏打和面团一块揉匀。揉匀后，在面团的中间压出一个窝窝，放上我们擀好的红糖，把红糖和面粉充分的揉匀。这个面团是比较硬的，揉起来比较费劲儿。有的朋友会说，为什么不用化开的红糖水和面？这样揉起来不就轻松多了吗？如果先加红糖，红糖在发酵的过程中就会改变口味，做出来的红糖开花馒头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。这个红糖中也是有水分的，我们揉着揉着面团就没有那么硬了。这个揉面的过程比较费时费劲儿，大家一定要有耐心。现在面团就有些软了，我们再撒一些干面粉。揉面时加入干面粉也是红糖馒头开花的原因之一。一般1斤的面在揉面的过程中要加20克的干面粉就可以了。加入红糖，越揉面团越软，所以说我们要分次加入面粉。最后揉出来面团也是一个稍硬的面团。
多揉一会儿，这个面团会更有筋骨，做出来的馒头口感也更加的有嚼劲儿。当然，家里有和面机的，也可以用和面机来揉面，这样比较省时省力。这是揉了15分钟的样子，把面团揉的又稍硬了，光滑了。然后再把面团给它按压出小窝窝，在中间放上我们切好的红枣碎，再继续揉匀，把红枣碎揉均匀，让红枣和面团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揉匀后再搓成长条，搓成这样粗细均匀的长条，然后按扁，撒点干面粉防粘，再用擀面杖把它擀开，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片，厚度大约在 0.5 厘米左右。再从一头给它卷起来，整理成长条，搓一搓，把它搓得粗细均匀，然后用手揪下剂子，揪下的剂子不用整理了，这也是红糖开花馒头开花的原因之一。蒸屉里铺上防粘的硅胶垫，把揪好的馒头生坯摆放到蒸屉中，中间留有足够的空隙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发20分钟，这里一定要2次醒发。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馒头体积变大了，用手轻轻的按压，能够回弹，像这样就2次醒发好了。盖上盖子，冷水上锅，上气后计时，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，焖2分钟，再打开盖子，不要立即打开盖子。如果立即打开盖子，我们蒸好的馒头遇到冷空气会回缩塌陷。像这样慢慢的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啊，浓浓的红枣香味儿，红糖馒头个个开花了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按压一下，特别的蓬松暄软。把它取出来，晾下水汽。这样我们的红糖开花馒头就做好了，个个开花，蓬松暄软，浓浓的枣香味儿。这么大的馒头趁热吃，我家儿子就能吃2个，暄软筋道又香甜。红糖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、果糖，可以促进细胞的代谢，缓解压力。特别是天气凉了，吃些红糖馒头还可以暖心暖胃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